3月25日，在12到18世纪的英国，这600多年的时间里，其实呢，一直被大家当作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哦。今天就让我来和你分享一个和3月25号有关一个古老但是又真实的故事吧。时间是12世纪，在英格兰南部的汉普郡，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地主家族蒂奇伯恩。这天，蒂奇伯恩的女主人麦贝拉女士，她仍然奄奄一息地躺在她的病床上。我的丈夫，我知道我已经时日无多了，但我真的很担心我们的邻邻们。在我走之前，请你答应我，今后每年都捐出我们一部分土地的收成，给正在受苦的百姓，好吗？麻烦死了，都快死了的人怎么要小孩这么多？但这些句句还有不太好看。我知道了，要我答应你也不是不行。不如这样，你拿着这个火把，在这火被风吹灭，木头被烧完前，你用走的也好，爬的也好，捐出我们家里多少地，我就捐出多少地的收成给那些乞丐吧。怎么样？是不是很大方？是不是很仁慈啊？这不要脸的混蛋，真的以为我不行吗？老娘今天咽下最后一口气，也要跟你拼了！就这样，麦贝拉女士竟然回光返照，一下子圈出了23英亩的土地。回到房间后，今天有这么多人在现场为证，从今年起，蒂奇伯恩家每年都要乐捐2.5个台北小巨蛋这么大的土地的收成，来救济我们教区内的居民。如果有人敢违背这个承诺，我诅咒蒂奇伯恩家将会崩塌，会生出7个儿子之后，下一代是生出7个女儿，让家族无人继承，永远断后。就这样，麦贝拉·蒂奇伯恩女士在临终前对丈夫的要求和对家族的诅咒，就是赫赫有名的传统蒂奇伯恩救济的由来。3月25日，也就是耶稣诞生的9个月前，是圣母玛利亚被大天使加百列告知她会怀上救世主的日子。直到18世纪末，英国更换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以前，3月25日都还是象征着新的一年的第一天的日子。直到现在，蒂奇伯恩的土地都还会发给附近来参加的居民们，每位大人1加仑，也就是4.5公升，每位小孩半加仑，2.25公升的面粉。做慈善的同时，也纪念将近900年前那善良有爱心的麦贝拉女士。不过你知道吗？蒂奇伯恩救济这个传统在800多年间曾经中断过一次，而麦贝拉女士的诅咒还真的差点实现。这是因为1796年，曾经慕名而来领救济的人民实在太多，多到水泄不通，惊扰了附近的居民和秩序，因此被勒令中断。神奇的是，传统中断时，蒂奇伯恩家正好就有7个儿子，7兄弟的老大还正好生了7个女儿，没有儿子。而7兄弟的那代，连同下一代的男人们，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吓得家主几年后又恢复了蒂奇伯恩救济这个传统。但就在那一代所发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轰动了全国上下的蒂奇伯恩男爵继承人假冒事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Yes， 最终古老又富有的蒂奇伯恩家，还是在1968年因为没有男继承人而跟着最后一位男爵消失了。但是蒂奇伯恩救济这个传统仍然在末代男爵的女儿后裔家族的传承下延续。你说麦贝拉女士的心愿最终是否也完整的实现了呢？你对英国过去发生过的又古怪又悬疑的真实故事有兴趣吗？下一集我将分享蒂奇伯恩男爵继承人假冒事件的全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是阿 K， 我们下次见喽。